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特别的相亲故事哦。前2天我在天河公园举办了一场小型相亲会，来了一位从台湾来广州出差的陈先生。这位陈先生啊，今年35岁，在台北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，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戴着那种黑框眼镜，一看就是个电脑工程师。他说想趁这次来广州出差的机会，看看能不能认识当地的女生。哎呀，这可把我给乐坏了。最近啊，我这边刚好有好几位条件不错的女生都在寻找另一半，我立马就安排了5位女生来见见这位陈先生。第一位出场的是小婷，今年28岁，在天河区一家外贸公司上班。小婷一见到陈先生就眼前一亮，哇，真的好像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哟。他悄悄跟我说，陈先生一开口说话，那软软的台湾腔调立刻让小婷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。你好呀，我看你穿得很有品味诶，是不是常常去西门町逛街啊？小婷很大方地打开话题，陈先生被这么一问，立刻眼睛发亮。对啦对啦，我周末最喜欢去西门町晃晃了，顺便吃个手抓饼当早餐。2个人聊得可开心了，从台湾的夜市聊到广州的早茶，从奶茶文化聊到两岸的生活习惯。小婷对台湾特别有好感，因为她是看着《流星花园》命中注定我爱你这些偶像剧长大的，对台湾男生的印象就是温柔体贴，重视感情。接着登场的是阿玲，32岁的银行职员。阿玲是个很理性的女生，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问，请问你在广州有发展计划吗？还是打算之后回台湾发展呢？陈先生很认真地回答说，其实我最近在考虑在广州开分公司，因为觉得这边的商机很不错，不过目前还在评估中啦。阿玲听了直点头，我觉得在广州发展挺好的，这边机会很多，而且两地交通也方便。不过你有想过如果结婚的话，是打算在哪边定居吗？看得出来阿玲对跨地区婚姻特别慎重，她跟我说，丽姐，台湾男生给我的感觉是很顾家，但是我担心文化差异会不会造成生活上的不适应。第3位是欢欢，29岁的幼儿园老师。欢欢一见到陈先生就被他温和的笑容吸引住了，你的笑容好暖哦。欢欢脱口而出，立刻害羞地低下了头。陈先生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谢谢啦。你也很可爱诶，感觉当幼儿园老师很适合你。2人聊着聊着，发现都很喜欢看综艺节目。欢欢说，我超喜欢看综艺玩很大的，小猪姐姐好可爱。陈先生立刻接话，对啦对啦，我也很喜欢看。丽姐我在旁边看着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心里也美滋滋的。欢欢后来告诉我，丽姐，台湾男生真的好贴心哦，说话都软软的，让人感觉很舒服，一点都不像北方男生那么大大咧咧的。第4位出场的是小雨，30岁的室内设计师。小雨是个很有个性的女生，染着一头漂亮的栗色长发，穿着也很时尚。她一坐下就对陈先生说，我觉得你气质很特别耶，不像大陆这边的男生给人压力很大的感觉。陈先生听了很开心，真的吗？可能是因为我在台湾生活习惯比较随性吧，不过工作的时候我还是很认真的啦。小雨很好奇地问，哎，我一直很想知道台湾那边的男生会不会像偶像剧演的那样，每天都跟女朋友说我好喜欢你哦，今天的你特别可爱这种甜言蜜语。哈哈哈，陈先生被逗笑了，也要看个人啦。不过台湾男生确实比较愿意表达感情，我觉得适时的说些甜言蜜语，让另一半开心也是很重要的。小雨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我就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浪漫。广州这边的男生都太实际了，谈恋爱都像在谈生意一样。丽姐我在旁边听着，心想现在的年轻人真会说话。不过小雨说的也有道理，现在大陆的男生确实比较务实，少了点浪漫情怀。第5位登场的是菲菲，33岁的会计师。菲菲是个很传统的姑娘，一见面就很关心陈先生的家庭背景，请问你父母那边会不会介意儿媳妇是大陆人呀？陈先生很诚恳地说，我父母很开明的，他们最关心的是我能找到真心相爱的人。
再说现在两岸来往这么频繁，他们觉得只要是好姑娘，哪里人都无所谓啦。菲菲又问，那你觉得台湾和大陆的生活习惯差异大吗？会不会很难适应？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啦。陈先生笑着说，我觉得广州和台北都是很国际化的城市，生活方式其实蛮像的。而且广州人也很爱吃，这点跟台湾人很像呢。菲菲听了连连点头，是诶。我看台湾的美食节目，发现我们好多饮食习惯。五位女生见完面后，都跟我分享了她们的感受。小婷说，台湾男生说话温柔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阿玲觉得陈先生很理性，对未来有规划。欢欢被他的亲和力打动，小雨喜欢他不给人压力的感觉，菲菲则欣赏他开明的家庭观念。让丽姐我意外的是，这五位女生居然都表示愿意进一步了解陈先生。看来台湾男生在广州女生心目中的形象还真不错呢。各位粉丝想知道陈先生最后选择了谁吗？让丽姐我慢慢道来。相亲见面会结束后，陈先生特地把我约出来喝茶，说要和我详细聊聊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今天见到的五位女生都很优秀，但是我对小婷特别有感觉。哦，我八卦的追问，是因为小婷对台湾文化很了解吗？陈先生摇摇头，不只是这样啦。我觉得小婷很真诚，跟她聊天很自然，完全没有距离感。而且她说话直率但不失礼貌，这种性格在台湾女生身上反而比较少见。哎，我以为台湾女生都很直率呢。我有点惊讶，没有啦。陈先生笑着解释，台湾女生普遍比较含蓄，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绪。像小婷这样能够坦率表达想法，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强势的性格，真的很难得。听到这里，我就知道这对年轻人很有戏。果然，陈先生马上就问我能不能帮他约小婷出来二次见面。当然可以啊，我开心地说，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小婷虽然对台湾很有好感，但是要她直接嫁去台湾，她爸妈那关可不好过。这个我了解啦，陈先生说，所以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。反正我们公司本来就打算在大陆开拓市场，如果能找到理想的另一半，在广州定居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哇，丽姐我一听就觉得这个男生很靠谱，为了爱情愿意调整人生规划，这种决心可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。第二天，我赶紧联系小婷，跟她说陈先生想再见面的事。小婷一开始还故作矜持，这样会不会太快啊？但我一说陈先生考虑在广州发展的想法，小婷立刻就绷不住了，真的假的？他有这么认真哦？那语气里的惊喜怎么藏都藏不住。当然是真的啊。我说，人家可是对你一见钟情，你要是再矜持，可别错过这个好姻缘。小婷这才害羞地说，其实我也蛮喜欢他的，感觉他很细心，说话做事都很为对方着想。而且他虽然是公司老板，但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反而很平易近人。那就赶紧约出来再见面啊。我催促道，陈先生在广州也待不了太久，得把握机会。就这样，我帮他们安排了第二次约会。这一次，我特地选了一家很有情调的茶餐厅，既能让他们安静的聊天，又能让陈先生感受到广州的生活氛围。临出发前，小婷还特地打电话来问我，丽姐，我穿旗袍去见他会不会太刻意啊？哎呀，我哭笑不得，你这丫头，人家是来谈恋爱的，又不是来拍民国剧的，穿得自然大方点就好。第二次约会的时候，丽姐我特地躲在茶餐厅的角落里偷偷观察。只见小婷穿了一条淡粉色的连衣裙，化了个淡妆，看起来清清爽爽的。陈先生也很用心的打扮了。哇，好浪漫哦！小婷接过花束的时候脸都红了。因为我觉得白玫瑰的纯洁气质很适合你啊。陈先生笑着说，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太大胆。小婷摇摇头，一点都不会。我还在想，台湾男生是不是真的都这么懂得浪漫呢？其实也是因为遇到特别的人，才会想要做特别的事啦。陈先生这句话说的也太会了，听得我这个红娘都忍不住在角落偷笑。两个人边喝茶边聊天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聊到未来规划。我发现陈先生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地看着小婷，生怕错过他任何一个表情。而小婷虽然害羞，却也不时偷瞄陈先生，眼神里藏不住的喜欢。
我听丽姐说你在考虑来广州发展，小婷小心翼翼地问。对啊，陈先生很坚定地说，我觉得广州是个很有活力的城市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让我想要停留的理由。说着，他深深地看了小婷一眼。天啊，这也太闪了吧！我在角落里都被这波狗粮喂饱了。小婷被他这么一说，更害羞了。可是，你不会觉得为了一个才认识没多久的人就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，太冲动了吗？不会啊。陈先生认真地说，有时候人生最美好的事情，往往就是来自一个勇敢的决定。况且我觉得，与其说是为了谁改变规划，不如说是遇到了对的人，刚好走上了最适合的道路。而且啊，陈先生继续说，我觉得在广州发展的机会真的很不错。这边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得很快，市场潜力也大。如果能在事业和感情上都有好的，我看小婷听了这番话，眼睛都亮了。这哪是在谈恋爱啊，简直是在规划人生。不得不说，陈先生确实很会照顾女生的感受，把工作和感情的事都想得很周到。约会结束后，小婷特地来找我，兴奋地说，丽姐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遇到对的人了。是吗？这么快就确定了？我故意逗她，也不是啦。小婷扭捏地说，但是她真的很特别，让我觉得很安心。而且她说的每一句话，好像都在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。看着小婷幸福的样子，我这个红娘的心里也美滋滋的。第一次相亲的其他4个女生知道这个结果后，会是什么反应呢？丽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阿玲在电话里带着一点不满，陈先生明明跟我聊得也很投缘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让他和小婷定下来了？是啊，是啊。小雨也在我的相亲群里抱怨，我还以为能有第2次机会呢。台湾男生真的很难得耶。面对姐妹们的控诉，我赶紧解释，这种事情讲究的就是缘分啦。陈先生和小婷是真的很聊得来，而且人家为了小婷都愿意调整人生规划了，这种诚意还不够吗？诶，他要为了小婷留在广州吗？菲菲惊讶地问，那他父母那边没问题吗？这你们就不用担心啦。我笑着说，人家陈先生的父母早就想来大陆发展业务了，现在儿子要在广州开分公司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欢欢倒是看得很开，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般配。小婷那么活泼开朗，陈先生性格又那么温和，简直是天生一对。就在我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小婷突然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是她和陈先生在广州塔下的合影。姐妹们，我要官宣啦，我们正式在一起了。哇，好闪哦，恭喜恭喜！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？群里顿时沸腾了。原来陈先生已经正式向小婷表白了，而且他还专门带着小婷去看了自己准备开分公司的写字楼，让她参与公司的装修设计。这种把另一半带入自己人生规划的做法，让小婷感动得不得了。3个月后，陈先生的广州分公司正式开业，小婷也辞去了外贸公司的工作，开始帮陈先生打理公司事务。他们的恋情发展得很顺利，陈先生的父母还专门从台北飞来广州，见了小婷的家人。丽姐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。小婷拉着我的手说，如果不是你举办那场相亲会，我可能就遇不到这么好的缘分了。傻丫头，这都是你们的缘分。我欣慰地说，好好珍惜这段感情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现在啊，陈先生和小婷已经定下了婚期，准备年底在广州办婚礼，台北也会办一场。这不，我这个红娘又要开始忙着帮他们筹备婚礼了。各位单身的姐妹们，看到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很心动呢？其实缘分这种事情真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来，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开放的心，勇敢地去接受新的可能性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们也想找个像陈先生这样的好男人，随时可以来找丽姐我帮忙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故事哦。我是红娘丽姐，我